针对第一个问题，这一种外国法院的离婚判决该不该承认？这个我们必须要依照民事诉讼法第402条的规定来判断。402条第1项第1款，依中华民国之法律，外国法院无管辖权者，这一款的规定在学理上称为间接的国际裁判管辖，简称间接管辖。这个我们在第一个单元呢，有跟各位做基础理论的说明。如果你忘记了这个第一个单元的基础理论说明，没关系，我们在这边再跟各位简单的解释一次。这种间接的国际裁判管辖，依中华民国的法律，外国法院无管辖权者，这个管辖权3个字，学说没有争议。这里的管辖权是指国际管辖权，而不是民事诉讼法上面的土地管辖权。那记不记得我们在第一个单元有跟各位说明，国际管辖权呢，它有2种。第一种叫做直接的国际管辖权，简称直接管辖；第二种叫做间接的国际管辖权，简称间接管辖。我们的402条第1项第1款的规定，就是间接管辖权的成文规定。这个间接的国际裁判管辖权呢，它的判断基准为何？也就是依中华民国法律来看外国法院有没有这个离婚的国际裁判管辖权。那依照中华民国的法律，这个中华民国的法律关于跨国离婚的国际管辖的规定在哪里？这个必须要以2012年6月来作为一个分水岭。2012年6月之前呢，就这种跨国离婚的国际管辖权没有成文规定，所以类推适用民事诉讼法568条的规定。但是在2012年的6月以后，家事事件法开始施行，在家事事件法第53条，针对跨国离婚的这种事件，有了一个新的立法，国际审判管辖权的立法。所以间接的管辖判断基准是要依照直接的国际管辖的这个规定或者是法则。等于在2012年的6月之前跟2012年的6月之后，这个直接的国际管辖的这个规定呢就有所不同，这个是要请各位特别注意的。402条第1项第1款，依中华民国之法律，外国法院无管辖权者的意思，就是依照我国的直接的国际管辖权的规定来看离婚判决的该外国对该离婚判决有没有国际管辖权。那我们刚刚跟各位说明的是说，以2012年来作为一个分水岭，2012年6月之前，我们法院的实务案例，因为针对跨国离婚这种案件没有成文规定它的国际管辖权，所以呢，在方法上面类推适用民事诉讼法568条的规定。当时民事诉讼法568条的规定，它是这样子规定的：婚姻无效或撤销婚姻，与确认婚姻成立或不成立及离婚或夫妻同居之诉，专属夫妻的住所地或夫妻死亡时住所地的法院管辖，但诉之原因事实发生于夫或妻之居所地者，得由各该居所地的法院管辖。夫妻之住所地法院
不能行使职权，或在中华民国无住所或其住所不明者，准用第1条第1项中段及第2项之规定。夫或妻为中华民国人，不能依前2项规定定管辖之法院者，由中央政府所在地之法院管辖之。这个当时2012年6月之前，民事诉讼法568条的规定是针对国内的婚姻事件的这个管辖规定，然后被类推适用到涉外民事事件上面。所以，它专属夫妻的住所地，如果夫妻有共同住所地的话，那就是由夫妻的住所地的法院管辖。就我们所讲的第1个案例或第2个案例，照理来讲，夫妻的住所地应该就是在我国台湾，但是另外一方跑到外国法院去打官司，拿到这个外国确定民事的这个离婚判决回来要做登记的时候，我们的法院多半是类推适用这个第1项但书的规定，认为这个该外国呢是所谓的诉之原因事实发生于夫或妻的居所地。诉之原因事实就是诉讼上请求的原因事实。请求原因事实呢，当然就是指离婚。这个发生于夫或妻的这个居所地，我们的法院常常就把它解为这个外国呢，就是这个诉之原因事实发生于夫或妻的居所地，来承认外国的离婚判决。我想这一种解释恐怕有相当程度检讨的空间，因为这个请求的这个原因事实是离婚。这个离婚呢，它发生于夫或妻的这个居所地，这个婚姻呢发生破绽的这个情形，解释上应该不是在外国，而是在我国。它应该是在我国婚姻发生破绽了以后，他才到外国去提起这个离婚诉讼。所以把它解为这个外国呢是这个诉之原因事实发生的这个居所地，我想这个在解释上面恐怕会有相当检讨的空间。那我们再来看一下2012年6月以后，家事事件法第53条有这个离婚的国际审判管辖权的规定，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个规定呢，跟以前民事诉讼法568条的这个规定内容差很多。家事事件法第53条规定说，婚姻事件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由我国的法院审判管辖。第1款，夫妻之一方为中华民国人；第2款，夫妻均非中华民国人，而于中华民国境内有住所或持续1年以上有共同居所；第3款，夫妻之一方为无国籍人，而于中华民国境内有经常居所；第4款，夫妻之一方于中华民国境内持续1年以上有经常居所，但中华民国法院之裁判显不为夫或妻所属国之法律承认者，不在此限。第2项规定说，被告在中华民国应处显有不便者，不适用前项的规定。所以这个时候，这一种我们跟各位所讲的这一种跨国离婚的这个案例，在2012年6月家事事件法第53条国际审判管辖权有直接立法以后，跑到外国去，在外国取得确定的离婚判决，然后再拿回我国来办理离婚登记的这种案例，这个时候间接的国际裁判管辖是要依照直接的国际裁判管辖，也就是402条第1项第1款，依中华民国法律外国法院无管辖权者，这时候中华民国法律就这个跨国离婚的部分就有家事事件法第53条。
这时候依中华民国法律，这个外国法院有没有管辖权呢？我想大家比照这53条的规定，就可以知道说，这个恐怕美国在这一种案例里面，这个外国似乎以美国比较多。好，这时候美国呢要有国际审判管辖权，恐怕会有问题。纵使这个时候跑到美国去提起离婚诉讼的当事人，他具有美国籍，但是第二项他说，被告如果在美国应诉显有不便的时候，这个不适用前项的规定。这个时候呢，在管辖间接的国际裁判管辖这边，应该就会得到否定的这个答案。所以这个在第一款的这个部分，在家事事件法53条开始施行，就是2012年6月以后，有了家事事件法53条的规定以后，我想这个案例在间接的国际裁判管辖402条第一项第一款就应该要做否定，就是依照我国的法律，这个该外国法院无管辖权。再来，我们要讲的是第一项第二款，民事诉讼法402条第一项第二款，它规定，败诉之被告未应诉，但开始诉讼之通知或命令已于相当时期在该国合法送达，或依中华民国法律上之协助送达者，不在此限。这一款的问题，在世界各国也有类似的这个规定。在其他的国家呢，例如美国和日本之间的这种国际诉讼，日本的民事诉讼法上面也有类似我国这一款的规定。日本的法院的解释上，这个美国寄过去到日本的这个传票一定要附日文翻译，而且是全文翻译，不然的话，当事人不是每一个人都看得懂这一种写着外国语的这种法院传票，这个会影响他这个是否出国应诉的这个决定。所以在我国解释上呢，可以作为参考，这个外国的诉讼的传票有没有附全文中文的翻译？如果没有的话，应该否认它发生合法送达的效力。另外，这种跨国之间的这个民事诉讼的送达，应该要排除公示送达的效力。这个在我国最高法院的案例里面，已经有排除公示送达的效力的这个判决存在。那除了这种公示送达的问题以外，我们希望我们的实务在日后可以将这个条文解释，传票附有全文中文的翻译，不然的话，它依照民事诉讼法402条第一项第二款不发生合法送达的效力。再来第三款，民事诉讼法第402条第一项第三款，判决之内容或诉讼程序有悖我国之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者，这个也应该不要去承认这一种外国法院的民事判决。判决的内容或诉讼程序有违背我国的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也就是说，不管是它的内容或者是这个程序上面，都有公序良俗条款的适用。那在我们所讲的这种案例，它有没有这种公序良俗条款的这个问题呢？如同我们之前跟各位所说明的，我国的民法上面有责配偶在民法1052条的规定，是不得请求裁判离婚的。所以这一种有责配偶到外国法院所取得的离婚判决的这个内容，这个很明显的跟我国实体离婚
的这种法秩序是相违背的。这一种判决的内容呢，应该是可以解释成有违背我国的公共秩序跟善良风俗，所以借由这一款，那应该是能够达到不予承认的这个结果才对。402条第1项第4款是无相互之承认者。这里的无相互之承认，我们之前跟各位说明过，这个并不是国家的承认或政府的承认，这个与国际公法上面的国家或政府的这种承认是没有关系的，与有没有邦交是没有关系的。这个有没有相互的承认的意思，就是指这个该外国是否承认我国的民事判决。如果该外国承认我国的民事判决的话，那我们也承认他的这个国家的民事判决。如果这个外国呢，他不承认我们的民事判决的话，那我们也不承认这个国家的民事判决。这个是民事诉讼法第402条第1项第4款无相互之承认的意思。我国虽然跟世界上很多国家没有外交关系，没有邦交，但是纵使跟无邦交国之间，我们的民事判决跟这个无邦交国之间的民事判决相互承认的情形还是所在多有的。所以就第一个问题呢，从民事诉讼法402条第1项第1款管辖权的规定和第2款有没有附全中文翻译的传票的规定，以及第3款公序良俗的规定，我们可以达到一个结论：这一种由有责配偶跑到外国法院所取得的离婚判决呢，不应该加以承认。